那我为什么要在这么多的选择中，最后叛逃到了嘉信理财呢？嘉信理财的牛逼之处在于，它管理的资产高达6万亿美元，还可以直接去购买美国的国债，可以直接去购买美国的企业债，综合性的境外资产管理平台，而不仅仅是炒美股的话，那么嘉信理财无疑是这其中最优的选择。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本周我从德美利证券叛逃到了嘉信理财，而且是全账户转移到了嘉信理财，德美利证券直接注销了。之前向大家断断续续介绍了很多美股券商，这些券商的要求有高有低，要求比较低的，比如说老虎证券或者富途证券，只需要身份证在 APP 上注册就可以开户成功，就可以顺利的买卖港股、美股。再进阶一点的，我们还可以申请美国本土的券商账户，比如说第一证券、盈透证券和德美利证券。其中德美利证券一直是我的主力的券商账户，我一直使用德美利证券有4-5年的时间了。之所以选择德美利证券，最重要的原因有2个。首先，它是美国的本土券商，没有国内资本的参与。其次，无论是交易股票还是 ETF 都是没有佣金的。另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德美利证券的交易客户端新高 Swim 是我非常喜欢用的。另外盈透证券我也有账户，盈透证券主要优势是它的全球化做得比较好，能够支持全球任意银行任意货币的入金和转换，做一个资金归集的工具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盈透证券的融资利率也是最低的，只有其他券商的1/5。以上我介绍的无论是国内资本的互联网券商还是美国本土券商，他们的重点全部都放在券商上，也就是说它的用途主要是用来炒股。而嘉信理财这家公司，它的重点放在理财上。理财这个范围相比券商是要大得多，因为炒股只是理财的一种方式而已。那我为什么要在这么多的选择中最后叛逃到了嘉信理财呢？首先，嘉信理财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在线券商，而嘉信理财本身也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同时也是标普500的成分股，目前市值1290亿美元。作为券商老大哥的盈透证券，目前的市值是320亿美元，嘉信理财的市值是盈透证券的4倍。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嘉信理财的牛逼之处在于，它管理的资产高达6万亿美元。6万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中国有13亿人，嘉信理财管理的6万亿美元，也就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嘉信理财里面存了4600美元，也就是32200人民币。能管理这么多的资产，相信嘉信理财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当然，资产规模大只是我选择嘉信理财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嘉信理财能够提供除了股票之外更丰富的投资手段。传统的券商能够投资的金融产品一般是股票，另外再加上 ETF、期权这些。但是嘉信理财除了这些之外，还可以直接去购买美国的国债，比如几个月到期的、5年到期的，甚至20年到期的，全部都可以去直接购买。另外也可以直接去购买美国的企业债，比如说像苹果公司的债券、亚马逊的债券，我们都可以直接去进行购买。闲钱还可以直接去投资到货币基金市场，或者说其他的固定收益产品。此外，嘉信理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和综合的分析研究平台。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内查看股票的研究报告，对比不同的金融资产，帮助我们更全面系统的了解我们持有的资产以及关联的投资机会的其他资产。当然，嘉信理财也有专业的中文客服，也有国内可以直接免费直播的客服电话，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我们的个人问题。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如果说屏幕面前的小伙伴希望有一个综合性的境外资产管理平台，而不仅仅是炒美股的话，那么嘉信理财无疑是这其中最优的选择。另外，促使我这次转户到嘉信理财最主要的原因是，嘉信理财在2019年11月的时候收购了德美利证券，
现在所有的德美利证券账户将会在2023年的4月到9月之间转移到嘉信理财，而同时德美利证券的拳头产品Thinkorswim也会登陆嘉信理财，所以嘉信理财即将整合掉德美利证券的所有优势资源。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去演示一下如何注册嘉信理财账户，体验全方位的美国理财服务。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正式开始我们的申请教程。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注册链接，直接跳转注册。我提供的这个链接是我们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申请到的国际账户链接。如果说直接到官网上去申请的话，它是美国人开户的链接，资料填到一半还需要去跳转，会浪费时间。建议大家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来申请。我们打开网页，可以在网页的左上角看到，这边是嘉信国际。如果这边没有国际，说明是不对的，那个是只有美国人才能申请的。另外我们点击这边还可以看到有其他的选项，除了国际选项之外，还有香港的选项。香港的选项的话，大家不要去选择，因为选择香港之后，我们注册的是嘉信理财的香港分公司。香港分公司的话，它必须要存入25000美元才能够开户成功的，而且还需要邮寄纸质的签名信到香港的办公室。但是我们去开国际账户的话，是不需要这些流程的，我们只用上传电子版的文件就可以开户成功了，也不用必须存25000美元。官网是全部都是英文的，但是申请成功之后，我们登录操作后台是有中文界面的，所以英文不会的小伙伴也不用太担心。这里的网页介绍，我们可以用浏览器把它翻译成中文，可以简单去了解一下。首先一个特色的话就是零佣金，其次的话，官方要求是最低存款限额是25000美元，但事实上的话，没有25000美元也是可以开户成功的。但是根据网上小伙伴的反馈，最好不要低于1000美元，如果低于1000美元的话，大概率是会被关闭账户的。下面这些的话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这边就不多做介绍了。我们直接点击申请账户，这边我们需要准备的资料，首先是税号和社会保险号，这个我们不需要。第二个是护照或者身份证，如果没有护照的话，身份证也是可以的。第三个就是地址证明，也就是水电煤气的账单。第四个是我们现在工作的信息，这个不需要工作证明的，我们只需要去填一下公司的信息就可以了。第五个是需要打印这些文件，因为我们最后是需要有一个手写签字的，但事实上的话，我们直接用电子笔或者鼠标在 PDF 文档上面签字上传也是完全可以的，不需要去打印。选择国家和地区，我们直接去选择中国，这边的话我们直接都点击知道了。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去申请。账户类型我们一般申请个人账户就可以了。联名账户的话，比如说我和我老婆，我们2个人要共同持有这个账户，我们可以去申请联名账户。选好点击继续，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还用浏览器翻译一下，大概10分钟就可以开通完成了。我们继续点击下面的我是新手，这些声明的话全部都勾一下，不勾的话是没有办法就开户的。接下来填写自己的信息，全部都是英文信息去进行填写。我叫张三，我就写拼音3张，然后电子邮箱去写一个，然后国籍选择中国，出生日期去输一下。我这边有护照就选护照，没护照就选身份证，输一下身份证号码或者是护照号码。下面去设置我们账户的登录账户名和密码，这个大家设置好之后一定要记牢，因为后面登录账户要使用的。这边设置好密码，然后设置一个安全问题，接下来去输一下自己的地址，我们直接去填写中国的地址就可以了，也是需要去填写英文。如果不知道怎么去填写，就用翻译软件把中文的地址翻译成英文。电话号码的话也可以直接填写中国的号码。这边法定地址接收邮件，我们勾选是，如果点击不是的话，我们可以在下面去填写另外的地址。如果说我们有美国地址的话，也可以在这边去填写美国地址作为邮寄地址。如果说后面要申请嘉信理财的借记卡，我们想快点收到，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填写美国的地址。但是美国地址填完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去提交一个解释信，就是解释一下我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有美国的地址，为什么会有美国的电话号码。这个解释信非常简单，就几个选项勾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知道解释信怎么填写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我会发一下模板给大家。接下来点击下一步，选择一下自己的就业状况。一般建议大家去选择受雇，然后选择一下自己的职业，填写一下雇主的信息，填写一下公司的地址，填写自己的年收入和流动的净资产。如果说填写退休或者说没有工作的话，有可能会让你提供你的资产证明，问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但大家只要去填写受雇的话，理所当然钱都是工资。下一步的话，两个都选择不，点击下一步，资金来源我们就勾选第一个，开户目的勾选第一个。尤其是资金来源，大家不要选太多，选太多的话反而不好，有可能会让你提供这些资金来源的证明，所以我们就选最简单的第一个就可以了，是不影响我们去开户的。接下来选择账户功能，建议大家全部去勾选，用不用我先开着，如果说现在不开，后面使用再去申请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无纸化的话全部勾选，然后点击下一步。这边是申请期权，我们就点击选择最高级的，家庭状况去选一下，股票的知识水平选一下，这个不影响开户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填写就可以了。下面的话，这些选项全部都勾选一下。同样的，如果不勾选也是没有办法去申请账户的。注意一下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存在嘉信理财里面的钱，它是有利息的，即使我们不购买金融资产放在里面也是有一定的利息的，应该是只有 0.01%。 接下来的话就是美国地址特别注意事项，这边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如果说邮寄地址或者电话号码是美国的，是要去提交一个解释信的。接下来的话全部点同意，点击下一步。这边的话就到了最后一步，是需要我们上传3个文件。第一个就是护照或者身份证，前面证件填的是护照号码，那我们就上传护照扫描件。如果填的是身份证，这边就上传身份证的扫描件。第二个，最近的水电费账单，这个账单上面的地址要和前面我们填写的家庭地址是一样的，不一样的话肯定是审核不通过的。第三个是协议摘要，摘要在哪里呢？我们点击一下后退，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协议摘要，我们点击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的话，需要我们在下面去签下字。我们在这个地方先把名字还有日期给打上去，打上去之后的话，我们把这个文档给打印出来签字。如果说没有打印机的话，就保存到本地，然后用电子笔或者鼠标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手写签字。3个文件上传完成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的账户就注册成功了。注册成功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我们前面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来登录后台。只要这3个资料齐全，我们账户的申请都是可以通过的。审核大概是需要2个工作日的时间。审核通过了之后，我们就会收到一封审核通过的邮件，同时也会收到一份提醒我们入金的邮件。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账户了。另外的话，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填写中国大陆的号码的话，我们退出之后再次登录，就需要去接收一个短信验证码。但是因为我们填写的是中国大陆的手机，这个短信验证码大概率是收不到的。收不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联系客服去索要电话验证码。但是客服的话，只有在美国时间才上班，这个也比较麻烦。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跳过这个短信验证码呢？我们在申请成功之后，第一次登录是不需要验证码的，我们只需要去输入注册时候的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登录成功了。登录成功之后，我们马上进行一个设置，我们点击服务，点击安全中心，然后这边有个2步验证，我们去勾选下面的每次登录时都验证，然后我们就选择最下面的一个安全密钥。点击这个安全密钥之后，就会提示我们去下载这个 APP。 我们把这个 APP 下载完成之后，把上面的一串数字输入到这个 ID 这里，下面的一串数字输入到这个代码这里，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APP 来验证登录了，就不需要每次去接收那个接收不到的短信验证码了，这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愉快的来研究这个美国最强大的理财平台了。我这2天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如何把其他券商的资产转移到嘉信理财，
另外我知道嘉信理财有一个可以全球免费取现的借记卡，我要怎么去申请？我想要购买美国国债或者苹果公司的企业债，要怎么样去购买？如果说大家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我接下来会考虑做一系列的嘉信理财的视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如果不想错过我的更新的话，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提示啦。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助更多的人。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社区会员，享受更多的增值服务。那我们下期再见。